科技信息补全，每周带你看科技事件第14期。Music Free 是一个开源免费的、多平台的、无广告的、插件化、定制化音乐播放器。目前一共支持多个手机、电脑系统。我拿 Windows 版来举一个例子，安装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几乎所有功能都是空的，甚至连排行榜和热门歌单都没法用。这是因为它采用了我们之前讲过的枪弹分离模式，所有的内容都需要自己安装插件才能使用。点击插件管理，选择从网络安装，输入项目 README 中给的这个链接，就能自动安装上10个插件。这10个插件对应了10个平台，然后我们就能听歌了。没错，这个插件的功能和某些软件的源是一样的，这也就意味着你导入什么网站的源，就能听什么网站的歌。也就是说，在听歌方面， Music Free 等于是和阅读一样的神器，能让你彻底实现音乐自由。在任意搜索引擎搜索 Music Free 源，就能找到很多分享贴，喜欢听歌的一定要收藏。Hikvision ID Photos。Hikvision ID Photos 是一个开源的轻量级 AI 证件照算法，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生成各种各样的证件照，任何尺寸的大小，任意颜色的背景，甚至还能自定义图片的体积，抠图效果也还不错。因为它是开源项目，所以有人制作了一键启动包，拿来应急或者应付非正式的证件照需求，基本上够用了。Upscale 图片超分算法，也就是把模糊图片变高清的算法，目前已经挺多了，但大部分都是需要收费或用起来比较麻烦的。Upscale 是一个完全开源免费且运行在本地的图片超分软件，目前支持3大电脑系统，使用起来非常简单。上传图片，选择放大倍数，点开始，图片就会变高清很多倍。Yumi OCR 中文名叫图像文字识别，它可以通过图像识别的方式，把屏幕上任意地方的文字给提取出来。Yumi OCR 是目前最火的开源 OCR 工具之一，可以通过在屏幕上截图或者上传图片的方式，把图片、视频中不能复制的文字直接提取出来，识别效果还算不错，用起来也很方便，并且还支持批量识别和保存排版，是一个很优秀的 OCR 工具。32位应用下架。由小米、OPPO、vivo 等手机厂商组成的金标联盟，在2024年9月2日宣布，为了更好地提升安卓应用兼容性体验，将会即日起下架应用商店内的32位应用。我的评价是，32位应用都为采用老旧架构的软件，运行在现在的手机系统上，不但性能差，还需要厂商专门做兼容。目前最新的旗舰 CPU 基本上已经不再支持32位应用，苹果早在2017年就已经对32位应用全部下架处理。我们日常使用的大部分软件都已经完成了64位升级，所以影响不算很大，但以后老版本的软件再使用起来可能就比较困难了。钉钉。在2024亚布力企业家年会上，钉钉全球商业总裁杨猛回应钉钉不好用的问题，表示钉钉是一个先进产品，需要这个时代的人去了解。上个时代的人说钉钉太复杂了，钉钉不好用，很多我都教他几遍了，他还是不会用。因为这个东西现在是这个时代的产品，那我们就要用这个时代的人去了解。你要用上个时代的人说钉钉太复杂了，钉钉不好用没办法，因为这个是一个先进的产品，可以真正改变的。我的评价是，男女老少只要是用智能手机的，基本上都会用微信，这是为什么呢？3. 互联网平台打通。本周多家此前互不相通的互联网平台正在尝试打通，淘特已经支持了微信支付，淘宝也正在进行测试，美团正式入驻了支付宝，几家公司也进行了回应，纷纷称自己始终秉持开放的合作理念，积极探索互通合作。我的评价是，原来大家都是积极互通的，我还以为是工信部要求的。4. 华为发布会。9月2日，华为宣布建非凡品牌盛典将于9月10日14点30举行。余承东称，华为最具引领性、创新性、颠覆性的产品来了。5. 多地开启以旧换新补贴。目前多地政府均已开启以旧换新补贴活动，补贴券可以在不以旧换新的情况下直接使用，最高单个商品补贴2000元，各地政策细节不同，感兴趣的可以自行了解。6. 电子烟。中国烟草发布通知，将会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对行业统一定价、统一管理。1. 扬声器监听。根据404 Media 的透露，美国媒体巨头考克斯集团在一份 PPT 中表示，
他们的主动监听软件会利用手机麦克风监听用户谈话，以方便广告商把语音数据和用户的行为数据结合，更好地投放个性广告。考克斯集团还称 Mate、谷歌、亚马逊都是他们的营销合作伙伴。事情爆出后， Mate 称正在进行调查，谷歌把考克斯从联盟计划名单删除，亚马逊表示广告部门没有和考克斯合作。我的评价是，不管如何都证明使用麦克风监听是可行的，并且真有人这么做。2. 信息泄露。黑客 HackerChain 在黑客论坛泄露了俄罗斯最大社交网站 VK 超 3.9 亿条用户个人数据。3. 巴西和 X 平台。巴西最高法院要求巴西全国屏蔽马斯克的 X 平台。4. Windows。在最新的 Windows 11的 Office 文件夹中，发现了国产开源大模型 RWKV 的代码，有可能被用于本地的 Copilot 等功能。RWKV 的装机量可能一不小心就从5万被微软带到了5个亿。5. 英特尔。本周英特尔的小道消息有点多，我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视频博主 MLID 爆料，英特尔高层已经决定放弃高性能 CPU， 重心转向 GPU。英特尔 CEO 将会向董事会提交降本增效计划，剥离部分业务，降低支出。英特尔股价今年暴跌约 60%， 是道琼斯指数表现最差、市值最低的公司，有可能被道琼斯指数除名。英特尔发布200V 系列 CPU， 该 CPU 主打低功耗，并且把内存和 CPU 封装到了一起，无法自行扩展。英特尔被曝最新的 18A 制程未通过博通测试，代工合约有可能告吹。知情人士透露，高通正在考虑收购英特尔的部分芯片设计业务。6. 苹果。本周苹果因为抽成问题上了很多热搜，我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从上月开始，苹果就被爆料在向抖音和微信施压，要求所有场景都不能绕过苹果的 30% 收入抽成，也就是要交苹果税。目前的小道消息是，抖音已经同意整改，微信仍在谈判，并且因为谈不拢，苹果有可能把微信下架处理或者禁止更新。微软的 Xbox 云游戏也因为抽成问题，向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提交了文件。苹果这不是第一次因为苹果税的问题和微信发生矛盾，早在2016年，因为公众号打赏功能，苹果就和微信交过手，随后微信直接下架了此功能在 iOS 上的使用。1年后，苹果妥协修改了规则，只要微信不对打赏抽成，苹果也不会抽成，此功能才重新在 iOS 上线。最近很多人在讨论是选苹果还是选微信的问题，但大部分人可能并不是太了解微信，它是中国最大的聊天软件，同时也是中国日活最高的短视频软件、新闻软件，是最大的支付软件，是很多人之间的唯一联系方式，是所谓私域流量最终的集聚地。很多人的人脉都在这个软件上，是很多人的饭碗。大部分中老年人可能只会使用这一款聊天软件，同时它也是各大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国企的第一消息出口，甚至是唯一消息出口。在中国，除非你能要求你可能会产生联系的所有人都必须通过其他方式和你联系，你才有可能完全脱离微信。不管你喜不喜欢微信，但事实都是如此。所以我认为苹果大概率不会真的禁止微信使用，最多是暂时禁止更新。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玄力99，我们下期再见吧。